哎，你们说，宋星辰他一个医生，居然天天穿得像女明星。就是，医院绩效要求这么严，就他每个季度都挂最后一个。要我们院所有人都这样，大家都不要赚钱，一起喝西北风吧。他就是仗着长得好看，估计提主治也是靠脸上位吧。懂的都懂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恭喜星辰，今天啊是庆祝你提升主治的好日子。来，让我们一起祝贺星辰。主任平时这么照顾你，是不是应该和主任喝一杯？各位同事，感谢大家今天来捧场，也谢谢张主任这几年来的栽培。我敬大家一杯。让我们一起举杯，恭祝星辰提升主治。来，干杯！今天的聚会不是升职宴，是散伙饭。我辞职了。辞职？为什么辞职啊？专业和业绩，我觉得专业更重要。当然了，非常感谢这几年你对我的照顾。再见了，各位。我叫宋星辰，今年29岁，原本一直是个别人家的孩子，顺从家人的期待，按部就班地考上了医科大学，读研，度过规培期。在导师的引荐下，进入一家私立医院上岗。按正常发展，我以后会评职称，做个明星大夫。不过现在，一切都有了不同。你真想好了？当然了，不然呢？预谋已久啊，宋星辰，干得漂亮！当然也没那么简单了，我也是下了很久的决心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反正啊，我是早就看不下去了。你为了上手术，不仅要搞学术，还要3天2头值班去照顾病人，2天2夜没合眼这种事儿，你干的还少吗？医生都是这样的，这没什么好抱怨的。不过，我毕业后就进了这家医院，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。但人要往高处走，我还是得去进修。反正你现在也在准备进修，不如你跟我一块创业得了。你说我啊？女性用品店有什么不可以吗？好。为了那些好姐妹们的幸福生活，我愿意肝脑涂地。冲！让我们一起迎接即将来临的30岁！干杯！
反正你现在也在准备进修，不如你跟我一块创业得了。姐，带你吃肉。完了，我好像昨天答应小李去帮他开店。宋星辰啊，宋星辰！谢谢。不客气。怎么都快过期了？喂，你们为什么发一堆库存货给我呀？还有1个多月就要过期了。不是库存货能拿到这个价吗？货没货跑，大牌正品，这没假吧？话是没有错，可是我压根售不出去啊！有谁会买一堆快过期的东西放在家里呢？我们只管发货，不管卖货，你得自己解决。你们怎么？喂，喂。星辰，你来了，进来坐。昨天你跟我说的是，我昨天是喝多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说好的一起吃肉呢？啊？不是，星辰，我的这批货它出了点问题。我刚刚都听说了，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？这哪是什么好机会啊！明明就是个大坑，我一个人搭进去就算了，我不能拉着你一起跳。危机就是转机，你现在让我低价入股，是我占了便宜好吗？你这店估值给你算个30万，我连人带钱15万入货，挣了钱我们1人1半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可是这次很麻烦，我真的不想连累你。看着我，放心吧。就算是个大坑，咱们也能给它踏平了。韩老板，合作愉快。哎，磨蹭什么呢？你可以对自己没信心，但别忘了我是谁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披荆斩棘宋星辰。行了，我们呀，把这一批货在2个月之内必须全部售出。既然叫红尘滚滚滚，那我们就得滚起来。嗯。超声上看呢，没什么问题。不过孩子在肚子里1天1个样，检查也不能天天做，对吧？我呢是想再做一个全方面的检查。钱是小事啊，主要是我们想买个放心。我们医院上个月刚更新了设备，我觉得特别适合像你们这样的家庭。这宋星辰真不想混了。就是，我们科室的绩效谁不清楚？就他装清高。这不愿意那不愿意，指标每个季度都挂最后一个。就他这个装，真能装。指标我确实不如你们，我只是专业还可以。
系啊！小朋友怎么了？有只小狗爬到上面去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，姐姐？怎么了？保安大哥，3楼的租户在吗？我们现在得立刻上去把小狗救下来。对，3楼人不在，他们都出国了，门打不开，你们也进不去啊。我打电话叫救援，别害怕啊。哎，快啊！注意安全！哎，小心点！哎，小心！哎，小心小心！小心啊！小心啊！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别动，过来，来，来吧，哎，快帮忙！快接一下。接着。王小哥他怎么办？危险！喂，怎么了？今天是你上岗的日子，可别忘了。知道了，马上就到。来，抱着他。他没什么事啊，只是他的前小腿有点扭伤，回去好好照顾他。以后注意了，不要把小狗放在危险的地方。知道了，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嗯。今天这个会呢，是要跟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欢迎我们吉业救援队新一任队长苏清澈苏队。大家好，苏清澈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苏队。苏队毕业于联合国际安全学院，该学院是全世界范围内反恐安全领域最权威的机构，而且苏队曾在国际救援任职，并在鹿儿堡反恐学校担任教官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吉业啊是一支纯公益的队伍，没有工资，但是呢，作为政府应急体系的辅助力量，我们要深入到灾难的现场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接任队长，其实跟你们这个陆队也没什么不一样的，就是希望将咱们这一股来自民间的救援力量，让它变得更加的壮大，帮助更多的人打响属于咱们吉业的这个救援品牌。谢谢苏队。星辰，怎么有时间回来吃饭了？最近不忙啊？最近还好。那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不一样，那业务都有指标的，特别忙。你怎么闲下来了？就是前一段不是老加班吗？正好这段时间该我轮休了。前段时间我们几个老朋友聚会，还真别说，有人认识他们科室的张主任。他人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好，要不要这么着吧？咱们哪天约张主任吃个饭？爸，我工作的事情你们能不能别瞎掺和了？好，工作的事情我们不掺和，
但别的事情你得让我们省省心。我们给你约了一个相亲对象。相亲我不去，你们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吗？还什么型？我喜欢帅的。那帅的能当饭吃吗？我说的是那种。算了，说了你们也不懂。这个资料我都看过了，这小伙子条件不错，你看看看，多好啊！不去是不是？那好，约张主任吧，好好聊聊事业上的事儿。那我现在就约。我去。那我可要多吃点，省得明天倒胃口。来，进去，来，来！哎呀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你有病吧你？真的是，不打了，不打，不打。啊！至于吗？至于吗？啊！这。有你这么打兄弟的吗你？谁叫你自己不练退步了？哎，这儿消防器材不够啊，消防半年年检一次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说大哥，哎呀，咱们只是公益组织，哪有钱去弄那些啊？是钱的问题吗？安全意识问题啊！行，大哥。你今天刚上任就叨叨我，你机器人吗？啊！你说你成天练武，你有什么用啊？今天晚上你回去好好选身帅气的衣服，明天啊，你准备相亲吧。哎，你小子怎么知道啊？哈，那个老爷子呀，比较担心你，关心你。你看，就你这么个孙子，你老不着家。他当然想找一个女人给你拴在家里。哎，老爷子不知道拿什么收买的你这么说就不好听了。你怎么这么说老爷子呢？人家根本没有收买我。不管怎么样啊，你那个简历，老爷子已经让我发给媒人了，把你的身家呀、你最帅的照片，还有你的家庭住址写得非常清楚。最重要的，这份简历是我写的，你自求多福吧你。喂，咋样啊，宝贝？今天坦白没？没呢。我妈让我在辞职穿帮和去相亲中选一个，我选择相亲了。阿姨这次找的人怎么样啊？能不能入得了你的法眼？你都多久没有谈恋爱了？之前是没有时间，这次啊，我觉得你该找个合适的人处一处了。真的那么靠谱，还用得着相亲吗，大姐？而且啊，我的男朋友现在就是店铺和进修。就算我真的要谈，我期待的也是两情相悦、势均力敌的爱情。也是。所谓的相亲呢，就是让一群最不会搞定异性的男女，去搞定一群最难搞定的异性。宋老板，威仪。不对，是这个男人威仪，我要去搞砸他。你打算怎么做啊？第一，故意迟到；第二，穿着暴露引人遐想；第三，怼天怼地。我就不信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3连击。那就祝宋老板旗开得胜，我在工作室等你，班师回朝。好的，想你啊，拜拜，拜拜。
我今天故意穿成这样，应该可以吓跑他。你就是苏清澈，宋小姐，是我。你好，是他。坐吧。宋小姐，你迟到了15分钟。哦，我都没注意。为什么出来相亲啊？家里要求。这倒一致。看资料，你是消防队员吗？不是公职。你是医生？现在不是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不做医生了，现在的身份是女性用品店的店长。有什么？你听到的。那你应该及时更新信息才是啊。我看您的信息也不够真实呀。联合国际安全学院，反恐学校教官，你难道是 CSI 好着？宋小姐，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吗？估计也就不经世事的小姑娘会相信你这套人设吧。熬得不错，有3分项。宋小姐要求挺高。行了，赶紧走流程吧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报一下身高、体重、工资、存款、家庭关系。先生，这么看人是不是有点不礼貌了？对不起，我只是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你觉得这套对我有用吗？还是说正题吧。不好意思，刚才你问的那些我都不想回答。那请问苏先生有什么是可以透露的呢？房、车，谈过几个女朋友？资料上都有。光看资料怎么知道有没有水分啊？说到资料，您的这份资料也是落差太大了，不利于你相亲。什么落差？这照片是你吗？这怎么就不是我？如假包换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，只不过是友情提醒。简历上写恋爱经验为0。你从小单身啊？哦，什么纯情人设？看样子宋小姐对我的资料评价很高啊。那倒不是，只是觉得您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情商不太高。宋小姐真会说话，牙尖嘴利的。苏先生也不遑多让。性格温顺，清纯可人，贤妻良母。事业有成，儒雅绅士，长相周正，不靠谱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就不奉陪了。苏先生，抓紧赶下一场吧。下一场？什么下一场？你还有下一场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？莫名其妙。
我要吃榴莲。唉。回来啦！你回来了？你那个相亲对象怎么样啊？长得还行吧，但总共见了10几分钟，从头怼到尾。那他怼赢了吗？当然输了，但是我的目的也达到了，我就是要怼得他知难而退，不敢有后续。你怎么了？宝贝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店铺至今无差评的记录就在刚刚被打破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今天下午有个顾客给他送货的时候，那个送货的送晚了半个小时，而且还少给他发了赠品。我求爹爹告奶奶，我嘴皮都快磨破了，他非说我们使命必达是虚假营销，非要给我们一个差评。这就和美女脸上长了个痦子一样。我们还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吗？我们之前的赠品都已经发完了，我问他可不可以给他别的赠品，他非不，他就要之前那个，还说如果我们不给他之前那个赠品，他还要追加一个投诉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马上去超市发给他，你赶紧跟他说，今天我们补发3倍的赠品，让他务必取消差评。哎，等一下，超市多贵啊，这不是亏本生意吗？宝贝儿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我们不能死在起跑线上。我走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还有货吗？哦，你去那边看看吧。好，谢谢。有女朋友还来相亲？那个什么什么安全学院不进行道德教育，联合国际安全学院都差不多。哦，一个小建议，这个比较好用。他不是双胞胎吧？爷爷，爷爷，哎，榴莲给你买回来了啊！哎，这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干什么去了？啊，妞儿相亲了。不合适。哎，怎么就不合适了呢？是真人和照片差距太大，长得不好看，还是个头高矮不合适啊？跟那些没关系。哦，那就是性格不合适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惜字如金啊？搞得现场很尴尬，把人家给吓跑了？我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肯定有。哎，你说你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，在这方面怎么就不开窍呢？成天的和大老爷们在一块混，那能混出什么名堂来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不是回国了吗？
回来呀哪儿也别去了，就在救援队好好干，和陆群呢好好学习学习，看看人家是怎么和女孩子相处的，在这方面他讲样。不，爷爷您在开玩笑吧？陆群那小子找女朋友他都不挑，难道找女朋友不应该找一个三观跟自己相符的吗？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到现在这么大岁数，你还没谈过恋爱呢，还三观呢？行行行，别拿这搪塞我。我还是觉得啊，先立业后成家挺好的。又来了，什么叫先立业后成家，还是先成家后立业呀？那都是胡说八道。人到哪个阶段就得干哪个阶段的事儿。那你中学时你谈恋爱，那就是早恋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，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，哎，你就是有毛病。哎，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，你当耳旁风啊？起来，站起来。不是，这么大了还要军事化管理吗？我的话不管用是不是啊？管用，管用，管用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报告，我确实有试着去好好的相处，可是我们俩之间工作领域相跨太大了，我觉得以后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共同语言。不是听介绍人说，他是医科大学毕业的，有相应的工作。你呢是在救援队，哎，一个救死，一个负伤，这不是挺搭配的吗？怎么不合适呢？人家亲口告诉我了，现在已经不当医生了，现在是卖女性内衣的。哎呀，女性内衣，开女性用品店的。是。哦，那，不是这个女孩子，你说她好好的医生她不当，那你开宠物店也行啊，给小猫小狗看看病，这也对口啊。对呀。行了啊，这事儿就算了啊，不合适咱就不合适了啊。对了，我呢，过2天我去看看老战友啊，可能几天不回来了啊。今天晚上咱们爷儿俩喝点儿，行啊，我再炒俩菜。好嘞，来，哎，走着。没看上就没看上，什么叫我女儿作风有问题？那谁让你女儿要开那种店呢？说出去羞死人了呀！你看人家年轻有为，你姑娘都快30了，再嫁不出去都快过期了，你知道吗？赶紧去找个清清白白的事情做呀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我女儿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我都不好意思说呀。你是怎么教育闺女的？你再这样啊，我都不敢给你介绍人了。给我，麻烦你转告苏清澈，在诋毁别人有问题之前，请先审视自己的德行有没有问题。有女朋友还出来相亲，耍流氓是吧？还歧视我的职业，衣冠禽兽，臭不要脸！说我过期，那他是什么？没人要的老白菜啊！哎，闺女啊，你说那相亲对象他有女朋友？妈，咱有钱以后多买点护肤品好不好？这相亲网站的冤枉钱以后能别花了吗？还有我那照片，你能不能别把我18岁的照片拿出去了？哎呀，好看。停！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他说你的工作不清不白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对呀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。我辞职了。什么？怪不得我要约你们领导，你不同意，合着你早就辞职了。你辞职了？那你说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和小李一起开店。开的什么店？卖女性用品。什么？苏清晨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帮朋友你也得有个限度吧？你可以给他投资，可是你怎么能把那么好的工作给辞掉了呢？你这就异想天开，没有遭过社会的毒打。哎，老头子，快，你赶紧找你一个老同事，让他回去上班吧，回去上班。不是，我做点小生意赚钱怎么了？而且我现在只是帮小李开店，等他度过这一段，我还是要继续深造的。做小生意，好好的医生不做，搞歪门邪道。哎呀，我是你的妈妈，我都说不出口，说出去太丢人了。爸，来，
领导，冷静，冷静。孩子呢，他有他的人生规划，这很自然。咱们先支持他。闺女，你先去忙，记住常回家，爸爸给你煲汤喝。谢谢爸。苏清晨，你给我回来！我扔了！领导，冷静。你也知道我是你的领导。那当然了，咱家领导就会拍你女儿的马屁。哪敢啊！这些年她那么好一孩子，现在她变成这样了，哪都不对劲儿，就是被你惯的。领导，你听我说啊，咱们全当她是叛逆期。你以为那开店好开了吗？你先让他开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失败，你让他经历失败，经历摔打，他不说了吗？失败了，他再去深造。你以为他真的18岁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管不管？你管不管你闺女？必须！你就知道倒腾你这些东西啊！你管不管？你管不管？我就管，必须的。这些过期产品属于有害垃圾，垃圾回收站7点到9点开门，一会儿你到店里处理掉还几枚。那你人呢？熬夜上链接，继续补觉，下午见。说我作风不正派，你让我妈下不来台，我就全都还给你。同志们，你们看右边的柜子，都是苏队之前获得的荣誉；左边的柜子，都是我之前敬爱的老首长获得的所有的奖状跟勋章。你们啊，都好好学一学吧啊！看来苏队确实有本事。行了，别聊了，菜都做完了，快过来吃啊！哎，好嘞，来了，走，吃饭。快！哎，来坐。都是家常菜啊，随便吃，随便吃点。哎，我去。谁呀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啊？这个鱼里边多放了点辣啊。是苏新社苏先生吗？啊，我是。啊，发件人幸福小野猫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啊，是吗？好。来，好，谢谢。幸福小野猫，先生，有个快递，幸福小野猫发来的哦。什么小野猫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哎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在这拆呗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开。汽车，你玩挺野呀，现在。青春啊，不用担心了，我跟他们交代过了，这件事儿不会乱传了啊。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，我现在在队里是个什么人设？哦，你是刚回国的性感小王子。哎呀，铃木这个人真的是扒你的瓜还把你拉进去，
太笨了。他们单纯就是八卦，你小子狗腿子上瘾了。哎，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样一边跟我爷爷打着小报告，一边又跟我说着绝对不会出卖我的。哎呀，我就是用了一点点甜言蜜语。哎，对了，清城，你不是要跟我说扩大咱们救援队的影响力，跟社会各界合作吗？我费了很大力气，终于谈下了一场救援演习。是，只有扩大了我们救援队的影响力，我们才可以接到更多的救援任务。对。但是，你小子，别给我转移话题。嗨，我哪敢转移话题呀？我不就想让你完满尊，让大家忘了这个事儿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完满尊呢？哎，不用，我没什么尊，不用，真不用啊！小姐，哎呀！说归说，不能动我头发。那你小子最好长点记性，下次把你的嘴给管住了。音乐主持人。